共军围岛演习，你看国军也动起来了。结果我们看到了什么画面？哇，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了？这是陆军的勇虎战车，那屌的呀够喽，冒着白烟，看起来跑到快断气一样。大家一看这画面，勇虎哦，啊，那也勾起勇虎。过去看到了履带断裂、失控冲撞红绿灯、卡在路边动弹不得，每次都是他。不对呀，M1A2T 不是来了吗？拍谁？还没到齐。勇虎这样的二战规格老 Coco 的战车加减用，但我们就担心你挡得了共军吗？你知道美军怎么处理这种等级的坦克吗？直接看这画面，丢到海里当人工礁石。杀丢嘞！我们居然还要花72亿帮他来续命，续出了这一种冒白烟、东丢过路的老 Coco， 安尼刚好。听来真悲哀哈！这2天中共解放军正在进行围台的这个正义使命2025的军演，那同时他们也在抛出了这个海报去挑衅哦。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台湾图，然后拿着2支他们号称是正义之锤，当然我们不会认同，但是他这个正义之锤下面打的是台独的毒字，还有这个正义之锤下面他压的是一个国军穿着迷彩服背着这个人猿西行式的刺针飞弹，然后用这样的一个锤去打下去一样，一南一北，等于是宣告了就是封控台湾南北啊。那这样的一个出手重击哦，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空军解放军的飞行员，甚至还在这个战斗机上面直接自拍耶，还说什么这么近那么美，随时到台北，非常挑衅。那同时呢，他还出现了解放军的歼20、歼16、歼10跟中央山脉同框的画面，你看到，然后甚至还抛出了这个5分钟的影片，其中到了2分多的时候呢，央视播出的影片里面有一段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拍摄到台北101的这个非常模糊的画面。当然，也有台湾的粉专说，那明明就是碧山岩的这个镜头军拍的啊，怎么会是他们这个拍的？但是呢，有网友推算，如果这个无人机的拍摄画面为真的话，距离台北101大概只有37.5公里，哇，这很近。那距离淡水河河口只有12.5公里啊，它压进了24海里的这个距离临街区，然后已经到了我们的领海基线了。修探姐的，所以他已经进来拍到了这一张。导播，你把他镜头拉进来一点点。台北101真的给他拍到了。如果他真的是在这么近的地方开的话，我就问我们的雷达有发现他吗？没有发现，你还让他拍回去，还让他做所谓的认知作战呢、所以等于是亲门打吼到我们的门口，国军到底如何反制呢？那我们就来看刚刚一开始俊将给大家看的那个影片，是前2天的，我看了其实蛮心酸的。正值这个岁末年终，大家都要加强战备巡弋，尤其是面对围台军演来势汹汹的时候，那国军的陆军8军团有一辆 CM11的这个勇虎战车，在经过的这个湖内乡他们的这个重要的路段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冒白烟，大家会觉得奇怪，是战车失火了吗？坦克屌体啦，抛锚跑不动。那以前军方说碰到这种状况啊，他都说是正常现象。可是这一次呢，军方终于承认说它故障了，所以要代修，然后所以才会冒白烟。但我说以前军方说正常现象，就是因为今年10月的时候，10军团在云林演习，同样是CN11的这个战车，沿途不断大量的这个冒黑烟哦。然后那个时候还被股市分析师酸他说是全球最新型的逆中战车。那时候的军方10军团就说，因为它是吃柴油引擎，在静止起步的时候呢，就必须加大油门这个扭力，所以才会冒黑烟、冒白烟，是短暂的一个状况，是正常现象。修蛋姐一个人招瓦固啊，一张瓦固啊，给你冒黑烟，你还在帮他圆这个黑烟。而且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是今年的10月的画面，2个月之后黑烟冒完换白烟，哎呦，那也轰心啦。所以黑烟冒完换冒白烟就真的故障了。但不止这样，CN11出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要知道，3年前他们在这个湖口的时候呢，直接在当时这个马路上撞断了这个红绿灯，还开上了分隔岛。你看到这种状况，你会觉得怎么跟马路三宝一样啊？这个是一般的马路，如果在城镇作战的时候，战车就是要这样侵入这个就进入市区。如果你现在都还会撞成这样，那你真的打仗怎么办？同一年3月哦。这个CN11一样，他在高雄阿联的时候，他因为闪车，他就把这个电线杆子给撞歪了，结果造成车辆回堵大塞车。所以我说，国军的训练到底怎么了？你这些陆军的重型坦克CN11不止堪用问题，大家会打问号，还有你训练的时候怎么开上去就撞到哪里呢？所以人员的这个开车的技术，
还有它的保修，硬体的这部车子看起来是现役的。好，勇虎要很勇才对，怎么被你一路讲，我一觉得说不太勇，反而变病猫了。而且你要知道，之前它有一项参与超远的这个西燕11，它因为这个开在台61的这个滨海西滨公路上，结果它那个履带，因为我们知道战车就是履带很重要，履带的系统竟然突然发生故障哦，它的这个部分的零件就。怎么开就开始脱落，掉在那个这个台61线上。就你知道台61线上面是很多人在那边骑重机也好，或是骑单车，所以你看到总共有6名单车骑士啊，就直接压到了那个他掉落了履带零件，摔倒受伤。其中一个人伤势还蛮严重的，左侧的这边的这个锁骨还出现变形呢。我问你，当你这个后面的单车骑士摔车了之后，这部 CM11已经跑到哪里去了？前面不知道你跑到几公里外，他浑然不知。我已经几乎轮子都要跟我分离了。没错，而且他那个表示，他掉了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重要的零件你还继续开下去，其实也是有危险的。不止这样，曾经他们军方在维修一辆这个勇虎战车的时候呢，因为炮塔稳定系统异常，他在这个战车保养厂，他去进行这个鉴定作业，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派役期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役男，没有受过专业的炮车、战甲车的这样的一个维修训练的，直接到了这个炮塔里面，结果没想到他的这个整个在战车里面，因为受到那个炮尾环的这个联动，他的加重板挤压到他的这个胸部，导致他在炮塔转动的时候被压死了。所以他只剩下4个月，只剩下13天就要退伍了，4个月的这个军事训练役期就被拍到里面。他本来是维修，他本来是打扫后勤的，这样叫他进去看看战车的这个状况，所以导致他殒命在这个战车里面。你要知道，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勇虎一路拉肚子的画面，我们真的不想见到。这个还是现在现役的国军作战部队在使用的，未来不但会持续的发生，我们怕还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他接下来这一群会拉肚子的勇虎要移交给后备部队，哇！你怎么预期接下来的使用的状况，让人担心啊？没错，赖清德总统之前不是也跑去这个4岛后备部队教召，然后喊说后备是国防的基石，因为我们国军现在要准备换装这个 M1A2， 号称全球地表最强的这个陆军坦克战车。那所以呢，这些老旧的西燕11啊，这个勇虎战车啦，还有 N113这些装甲车，还有这个1动5的这个榴弹炮。这些东西要全部移交到从常备部队就现役部队移交到后备部队。所以刚刚讲的事情，以后后备部队更倒霉他们没经过这样实际的训练，对，他会不会直接又发生这种层出不穷的一连串事故呢？而且跟大家讲。西燕11战车的翻修率已经超过70%，观众朋友们，你可能或许不太懂70%什么意思，就是这些零件已经修到70%以上，零件都换过了，已经修到没零件，变成一个拼装车。以前我们在服役或者是我在跑军事新闻的时候，都知道西燕11已经修到真的已经快没零件可修了，所以每年。兵整中心在中部地区你要知道它可以翻修大概70辆到80辆的这样的一个战甲车，可是呢，你包括陆军所有的履带车包括战车、甲车、炮车、卡车，总数超过3400辆，你要维修多久？维修30年你才能够全部翻修一轮那国军的这些军事官兵的这个性命怎么办动辄就送了小命，要不然就受伤。这个开玩笑，维修可不是一等的这个小事情所以我才讲说，现在陆军。又要花大钱分6年，用72亿元去买这些老旧的战车的新的引擎，总共编了72.45亿元，跟美国采购这个 AVDS 腰拐勾动的这个2吸的这个引擎，那更换西燕11所有的动力心脏。可是后来军方里面就有内部的人讲说，其实不用花那么多钱，因为搞不好美国也是用这个老旧的这个品再回收，然后卖给你台湾。因为如果你去跟美国要求说我要升级它的整个套件，买入升级版给我们军方的这个军备局之后，他自己翻修，不但它的价格可以压到24亿，直接省了2/3，只要用1/3的钱，而且可以避免老美用不要的这个零件来卖你了。我就问你现在如果老美他们自己也有，他应该也有勇虎坦克吧？如果有的话，库存不用的就卖给我们呢？没有了，他们都丢到海里面，什么都丢到海里了。所以人家丢到海里面当人工礁石，我们拿来当宝。来，导播，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为什么我们现在72亿拼命在续命的勇虎战车，被老美当成不要的人造礁石，一步一步的坦克？
丢到海里去了。他把油料处理之后呢，加封密封了，然后就丢到海里，到大海沉到海里面去当人工的这个礁石，就是因为可以节省他们的这个开支和它的处理的成本，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拿来当做宝，然后要再去做维修，那可能。引擎它里面呢，我刚刚一直讲说台低台拔拼装零件，搞不好真的就是收美国以前不要的回收品啊，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注意啊。好，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啊，韩冰怎么听怎么不对，勇虎变病猫，一路拉肚子，你拿这个来挡共军，你不是要笑掉人家大牙？我刚看那个画面，我吓死了。美国把那个丢到海里去当礁石去填海，我们花72亿帮他续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其实这就是台湾向来的传统，叫勤俭建军啊。我们其实大家以前去当兵的时候都知道，真正好的新的东西都放在仓库里头，然后都拿着一些半新不旧，要不然就是陈年速货拿来给我们用。但这次 CM11出来，大家看到哇，怎么突然之间冒白烟，看起来好像很意外。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需要意外，为什么？这个车已经30几年了，我跟你讲，而且呢，它当初本来就是拼装车，因为当年就是中美有817公报。就817公报就限制美国不能够卖新的东西给我们，所以呢，他只好用什么方式，把 M48H 的炮塔结合 M60A3 的底盘，然后把它两个拼在一起变一台车。它唯一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是当时美国刚发展的 M1 的射控系统。所以呢，这台车是当时我们中华民国战车里头最准的。可是呢，它只能准一下子。为什么？因为它动力不足，因为它相关拼装衔接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它故障率非常高。所以，等等，你跟我讲说他蛮准的，我本来觉得哇失敬的，这个勇虎还是很勇，可是只能准一下子。是，哎，老共上岸有在给你说，好，我等你再准回来，我们再来拼搏，跟你君子之争，杀的，只能准一下子啊。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嘛，因为我们最强的车其实不是 CM11，虽然 CM11比较新，我们最强的车其实反而是比较旧 M60A3，因为它的妥善率最高。那CM11呢？因为后来很多厂商都已经停产，相关零件根本找不到，所以它妥善率极低。它后面还有一个 CM12更糟，现在都已经封存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一直苦在盼到后来终于 M1A2T 来了。对，那 M1A2T 来，照理来说你有新的，为什么这次不直接叫 M1A2T 上啊？干嘛要 CM11上？我跟你讲，这就第一个牵涉到国军的，就是新的东西我们通常不太敢用，因为怕用坏，用坏的高端检怎么办？那个长官来的时候不好看，这是一个。人家都逼近你24海里之内了，你还怕他用坏呀？都要跟你抢滩上岸了呀！是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然后呢，即使是 M1A2T， 抱歉，我们是降级阉割版哦。为什么降级？它不是地表最强的坦克吗？地表最强是美军在用的那个是最强的，我们用的不是。第一个，我们买的不是新车，我们是美军的旧翻新的，是翻新车。那第二个呢？因为美国它自己本身保存机密的关系，它最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铀反应装甲，跟它的那个反应的穿甲弹，抱歉，这个铀穿甲弹、平铀穿甲弹我们没有，防止别人来打烂你、打穿你的那个金钟罩，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就是一般的军事钢甲，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真的能够拿这些东西去跟对岸的新锐的武器来做拼搏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要放过我们的国军弟兄？拜托，花的钱都花这么多了，给他们好一点的东西很难吗？中日冲突升温，无声的战火早就开打了。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日本人现在惊觉，到底中国人买，到底买到了什么地方？濑户内海这个这么漂亮海天一色的地方，只有7个居民居住的小岛也被买走了，多敏感呢？它距离美军基地只有20公里，现在突然梦醒了，赶快要紧急募资给它买回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才说日本人从墓碑到火葬场，中国人生死大事他一手包了，何止如此？你知道吗？从火葬场到歌舞伎町，原来啊，都是窃密的情报热区。好，俊亮哥，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我们过去常常听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日本呢这几年突然发现事情，小心，中国正在买日本。刚刚节目开始，导播给大家看的画面，它叫做利佐岛，在什么地方？马上我标示地图给大家看。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画面，哇，这个岛真漂亮。为什么？俊亮哥，这个岛它就在濑户内海。而且呢，岛上只有7个住户，你看旁边就是这样，对不对？对。它最好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最好做的就是对他还没有办法度假村呢，他7个人住，他最好就是钓鱼。是，那以往大家在这边垂钓啊，出海啊，睡得非常的开心。但是岛上的7个人，慢慢的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不再经营这些垂钓事业的时候，怎么样？发现说他居然岛被买走了，在南部的部分被买掉。那买掉以后呢，开始做什么？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它就是钓鱼而已。那我今天买了岛以后，我要不要在岛上生活？我总要拉电线吧，我总要弄一些地桩吧，我总要开出林道以后好好弄吧，我总要盖个码头吧。对，所以你要知道，观众朋友，这个利久岛在什么地方？它在内湖内海里面，小这个岛在这里有没有？它就是在山口县的这个小岛的岛。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一题呢？对，因为日本政府突然发现，这个岛本来是垂钓7个人，人老了以后开始把岛给卖掉的时候，被中国人给买了。被中国人给买了，他还是在日本的公司上班，所以一开始接的时候不知道是要卖给中国人，因为他在日商公司上班。买了以后才发现说，他怎么开始在做码头，他怎么开始在拉电线？那他要做什么？啊，你讲丢了，他我要你们公会的是你钓鱼的，你最好是中国人买这个要来垂钓的。好，我就不信。好，观众朋友，为什么会今天成为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就是因为这个利佐岛它在这里。而根据日本政府相关的这一些国防安全的机构，1公里周边是不可以卖的。但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它必须要经过卡河。但这个东西它在这里，它离它1公里以外周边并没有军事设施，它就卖掉了。对。可是观众朋友，这里有一个延国市，旁边有一个我不讲大家不知道吧？美军驻日的基地，空军基地就在这里，乌宝，这是一个跑道。对，所以呢，这个距离20公里。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基地在哪里？就在吴市港这个地方。对，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党如果说他现在目前在拉电线，他在打地基，他在弄码头，他如果把相关的侦测雷达跟很多东西搬到上面去的话，他可能一次就监控了日本的自卫队，还有美国的军队。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第一时间这一笔买卖没有发现，是因为它寄生在日资的公司之下，我们以为是日本人买这个小岛，不会有人怀疑。结果你中国拿来呗，代机都给他们丢啊！现在募资要赶快把它买回来，在乎不？伟汉刚讲到这件事情，我刚刚形容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爆买日本，接下来有多紧张？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只是其中的一起，那当然说这个杞人忧天啊，跟你欧北兄，对不对？对。但是因为一尺掐指一算，又发现说。原来中国大陆的人跑去买日本，我先说哈，因为中国大陆它在都市或者在乡下，乡下是集体所有，都市都是国有，它可以有地上使用权，它不能买地。对，所以是不是跑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觉得说啊，我好像是有土私有财嘛，我喜欢去买土地，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在海外买地是有意图的话呢，他可能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紧张。那刚刚讲的这一起已经跟大家说了，旁边有吴市，还有这个美军的基地。但是不是只有这一起啊，俊相哥啊！2023年的时候，在这个 Okinawa， 大家知道 Okinawa 冲绳对不对？对，冲绳也有美军基地了吧？是加手纳基地是美国在日本最大的一个空军基地，就在加手纳冲绳 Okinawa。可是呢，也是一个中国女子，你看又是中国大陆的人，跑去。买的这个，它叫什么？因为它是那霸，对不对？叫做乌加一个乌那霸岛，他直接把它买下来。这个乌那霸岛有没有？就在这个地方。对，所以呢，它离这个加索纳基地当然是更远了，100公里，所以遥遥远远的，你根本不知道。但是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如果今天跟刚刚的那个立足岛一样，它如果有电、有码头、有相关的侦测的设备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再说。因为很多都在日商公司上班，如果他用的是日籍的船，以后把东西以后组装起来的话，对，日本就会担心了，美国更担心，因为美国在日本很多基地，那你不就在侦测，或者是说他侦测也没有侦测到多少，但至少美军的飞机每次起降的时候都被他抓到相关的参数，那怎么办？所以呢，日本人他现在开始担心，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来买日本的这个相关的土地？刚刚讲了2笔周边有军事设施，而根据日本的安保法里面，它周边土地其实1公里的范围，其实基本上是有严格的买卖限制的，除非你有办法买。对，那讲到这里，讲说啊，文安哥他为什么能买？很简单，因为就像哥，有多少人中国籍跑到日本以后？工作5年、10年，念书就入籍了，他已经规划变成日本人了，对不对？所以他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是中国人，对。但买完以后再回去一查，又发现说，原来有那么的多，而且呢，不但有很多是已经规划成日本的中国籍日本人。还有很多是根本还没有规划，但是他也来买，因为他在日本的商社上班，所以光是在去年，就像哥你要知道哦，他整个统计过往这些外国人在买相关的，比如说是机场还有军事基地周边1公里里面的土地，正常买卖哦，我就买一个公寓，买一个什么的，他50%以上都是中国人来买。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买日本的土地，买日本的房产，而且呢就买在机密的敏感设施的周边。这件事情让日本政府感到非常的紧张。好，我们讲到了这个敏感的时刻，这么敏感的交易，每一次都会被放大。记不记得我们讲过，日本人的生死大事，从他们的墓碑、棺木到火葬场，都被中国人一条龙给把持。你以为只有这样？哇！今天我还要来告诉大家，原来那个火葬场到活人最爱去的歌舞伎町，通通都是间谍窃取情报的一级热区。为什么？那都是人生生命的终点了，跟间谍有什么关系？火葬场现在日本发现说，很多的火葬场的一条龙的事业都被中国的企业给买下来了。那你说日本人不愿意做啊？中国大陆人愿意做，还不感谢人家吗？确实感谢。但是感谢的背后以后，日本政府又发现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在。就像哥为什么？因为人死为大，他过往之后你要去火化。对，这个火化的人，他活到了70岁、80岁，他有多少子女？他有多少的家人？都要来参加这个相关的葬礼，他的户政资料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去看那个每一户人家的那个讣文，你就会知道他们的人脉的那个网络了。所以当你的火葬场的整个企业都被中国大陆，可是问题是它确实是。就是目前现在日本最大的火葬企业就是中国籍的，那人家在做的事情你不能说不要，因为总是会有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时候，因为大量的使用火化，有很多人都染疫了以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都是已经中国介入了，所以日本政府感到担心。第二个担心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到底有多少的中国籍的人跑到日本，他去念书，拿到日本企业的这个聘用之后呢，他留下来规划，对不对？那这是一种。但是现在日本发现还有第二种，第二个管道是直接跑到日本以后，到路边、到车站去，看到居然有游民躺在那边无家可归，那不然我们就结婚吧。你跟游民结婚做什么？不然我们就结婚吧。对呀，游民为什么是游民？他有家归不得，无家可归啊，他没有钱。那没有钱就给你钱嘛，200万日币给你，对，马上去登记结婚，我就成为日本人的配偶。所以呢，我就有日本人配偶的身份，开始接下来就要做很多事情了，包含我刚刚所讲的日本的无人岛、日本没有人做的火葬事业，还有日本的寺庙。对，日本的寺庙是继承的。对，但你说很多人无人岛没有人继承，寺庙也一样啊。所以很多没有人继承或者经营困难的寺庙，现在发现中国人大出手，到处去买，买到可以上网。小红书上面还有直接讲说，哎呦，这个寺庙可以买哦，6000万日币一次就看就行吧死。所以呢，你就知道了，中国大陆的人现在目前对日本是全面性的买土地，成为日本人，跟游民结婚，然后火葬场拿到民政资料，以及连寺庙都把它买下来。所以1个、2个、3个以后，日本政府觉得代际抓掉啊，这件事情已经不能等闲视之了。国安单位一统计发现说，在日本境内正常的在中国大陆到日本去规划人就不说了，对。可是他看来有特别要去勤搜，或者是有特别的工作的这些所谓间谍。至少超过25000人，到处存在。加贼狼25000名，这是广义的吗？一句话说什么？叫做料敌从宽呐！我怎么知道你买土地的、买庙的、你入股火葬场的，会不会是中国间谍啊？好，所以呢，刚刚所讲的这都是包含了你有地，或者是你在火葬场，或者你买寺庙。但我刚刚讲的这2.5万人都不是这些人，这些人是我就是一个寺庙啊，那你要怎么样？你不来我的寺庙那没事的。可是这25000人是存在日本很多的这一些。所谓的声色场所当中，他可能跑去里面打工也没干嘛啦，他可能就是当一个对不对？酒吧里面的一个侍酒小姐，他就会跟很多不同人接触，对，他会跟日本老板接触，他会跟日本相关的官员接触，所以呢，1个、2个接触完以后呢，这一些日本各地都会有，因为日本人喜欢下了班以后就喝2杯，对，所以你总是会到有女陪侍的地方去，不一定有什么样不好的交易，但是呢，他就会从过程当中听到这一些很重要的讯息。然后呢，他可能还进一步的，这个是有价值的，他是真的官员以后，进一步就发生了更深的关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被他摸走了。这就是日本版的色戒，哇，歌舞伎町也是谍影幢幢啊。那你要知道了哈，因为这种状况大家也能想象，表示他已经渗入进去，要去渗透他的整个情报网，所以一定提醒官员要注意，对不对？那提醒官员注意，没有想到。很多地方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他还有准备。像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日本在联合国相关驻日本联合国的官员顾问，他跟媒体讲的，这并不是安倍前首相自己亲口讲的。可是现在变成日本人，大家家喻户晓说，哈，那安呢？安倍晋三前首相他已经过世了，他曾经跟一个日本外交官在私底下谈过说，
我有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跟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一起去，但是呢，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每次去到饭店很怪，打开我饭店房间的门以后，怎么里面已经有人了？对，怎么会这样？就是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这个好，就是陪你去玩或干嘛的？那安倍晋三首相说，我请他离开，请他离开。结果呢，后来有一次去的时候，门再打开以后，没有年轻漂亮小姐了，小姐不见了，变成是非常年轻的帅哥美男子。等，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说找梅亚来色诱安倍首相，哦，那你居心可疑。后来发现诱不了了，会不会是找男生比较有用？好，所以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次哦，这不是安倍晋三前首相自己讲，是这个日本驻联合国的这个外交官，他跟周刊讲的时候，你知不？安倍曾经亲口跟我讲过，居然他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打开门有年轻漂亮的女生，我不要，我退货之后，有一次去了，居然打开门变成是年轻的帅哥，是不是想要色诱？不管是年轻漂亮的女子，甚至换成是男生，那当然，安倍说后来那一群年轻的帅哥们，他也一样退货，请他们回去。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